林婉坐在顾言的身边，身上穿着那件价值不菲却沉重无比的礼服，桌上是他最终决定不提交的离婚协议书，以及那份让他获得万年控股绝对运营权的合约。他看着顾言眼中对他的无限爱意与期待，那是他唯一能感受到的真实温度。但当他回想起被陈芳羞辱、被赵小雨鄙视，以及在权力游戏中随时可能被抛弃的恐惧时，他意识到爱情是变数，权力才是定数。他将头埋在顾言的胸膛，流下了最后一滴为爱而流的泪水。顾言，林婉的声音带着一种令人心碎的平静，我们结束了。顾言的身体僵住了，他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你决定留下来？顾言的语气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悲伤。是的，我决定留下来。林婉抬起头，眼神已经变得冰冷而坚硬。我已经拿到了我想要的权利，我不能冒险。你对我的爱已经成为陆景琛怀疑的理由。如果我们继续，我的权利会崩塌，你的理想也会毁灭。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心机告别。他将自己的贪婪包装成对顾言的保护。你用我对你的爱换来了你的王座，林婉。顾言的声音沙哑而痛苦。你知道吗？你正在亲手扼杀你自己的灵魂。林婉没有辩解，她只是从包里拿出一个精巧的信封，这是一份基金合约。我将以万年控股执行人的名义，为光能科技设立一笔长期、独立、不可撤销的战略发展基金。林婉将信封推到他面前，语气充满了商业的冷酷。这笔资金足以让你的理想运行20年，不会被任何资本恶意狙击，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后的承诺与补偿。他用金钱来交换爱情，用权力来弥补愧疚。顾言看住桌上的信封，眼中的爱意彻底被冰冷的失望取代。他明白林婉已经被权力彻底吞噬。我不需要你的补偿，林婉。顾言站起身，没有碰那份合约。你只需要记住，你今天选择的是用权力来惩罚自己，你将永远被囚禁在那份你亲手签下的契约里。顾言没有再说一句话，转身离开，留下了林婉和那份冰冷的权力合约。林婉独自坐在房间里，直到天色破晓。她捡起了地上的钻戒，带回无名指上。当她走出房间时，世上再也没有那个单纯的林婉，只有冷酷无情的陆太太。林婉知道，她必须用一场戏剧性的公开切割，来彻底打消陆景琛对她忠诚度的最后一丝怀疑。这不仅是为了陆景琛，更是为了她自己的权利不受任何情感因素的威胁。在顾言离开的第二天，林婉以万年控股执行人的身份召开了一场临时股东大会。这次大会的唯一议题是审查光能科技的战略合作效应。他站在会议室中央，语气冰冷而专业。我对光能科技的战略合作决策存在严重的人事疏失。林婉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责和决断。虽然顾言先生的技术理念超前，但他的商业敏感度不足，导致公司在过去的合作中存在巨大的潜在法律和财务风险。他随后宣布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万年控股将立即撤回对光能科技的所有战略投资与基金支持，并解除一切合作关系。这个决定比任何绯闻澄清都更具杀伤力。这不仅是商业决定，这是林婉对顾言的公开抛弃。他用数亿元的资金为自己的忠诚度进行了最昂贵的证明。陆景琛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静静地观察着林婉。他看到林婉在宣布决定时，手指轻微地颤抖了一下，随后又迅速恢复了镇定。这种忍痛割爱的形象让陆景琛的内心产生了一种极致的满足感。他相信林婉是为了他，为了陆氏集团的稳定，才做出如此残酷的牺牲。会议结束后，陆景琛走到林婉身边，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做得很好，林婉。陆景琛的语气充满了赞赏和一种冰冷的占有欲。这才是陆太太应有的理智与决断。我为你的牺牲感到骄傲。谢谢景琛。林婉抬起头，眼中充满了疲惫和顺从。这是他最后一次对他进行这样的表演。我的决定永远以你的利益为最高准则。他的表演完美无缺。陆景琛从此彻底放下了对他与顾言的所有怀疑。林婉正式巩固了他的王位，代价是将他所爱之人的理想亲手推入悬崖。陆景琛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静静地观察着林婉。他看到林婉在宣布决定时，手指轻微地颤抖了一下，随后又迅速恢复了镇定。这种忍痛割爱的形象让陆景琛的内心产生了一种极致的满足感。他相信林婉是为了他，为了陆氏集团的稳定，才做出如此残酷的牺牲。会议结束后，陆景琛走到林婉身边，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做得很好，林婉。陆景琛的语气充满了赞赏和一种冰冷的占有欲。
这才是陆太太应有的理智与决断。我为你的牺牲感到骄傲。谢谢景琛。林婉抬起头，眼中充满了疲惫和顺从。这是他最后一次对他进行这样的表演。我的决定永远以你的利益为最高准则。他的表演完美无缺，陆景琛从此彻底放下了对他与顾言的所有怀疑。林婉正式巩固了他的王位，代价是将他所爱之人的理想亲手推入悬崖。顾言的反击与沉默。顾言得知林婉的决定后，没有公开发言。他知道林婉这是在切割他，保护自己。他唯一的反击是将林婉为他设立的那份战略发展基金合约以快递的形式寄回了陆氏集团，地址是陆景琛的办公室，信封里没有任何字条。当陆景琛看到这份补偿合约时，他彻底相信了林婉。他认为这是林婉在切割顾言后给予的善意赔偿，但被顾言以骄傲的方式拒绝了。他将这份文件锁在了保险箱里，作为林婉对他忠诚的佐证。林婉站在窗边，看住窗外顾言公司大楼的方向。他知道他刚刚亲手埋葬了他们的爱情，也彻底埋葬了顾言对他的所有幻想。从今以后，他们将是两个世界的人。在巩固了对陆景琛的忠诚后，林婉将目光投向了内部。他必须清洗掉所有曾对他表现出轻视或怀疑的人，将万年控股打造成他一个人的王国。林婉的第一把火烧向了昔日羞辱他的赵小雨和陈芳。赵小雨曾是陆景琛的秘书，后因林婉的介入被边缘化，陈芳则是在家族中对林婉极尽嘲讽。林婉以万年控股执行人的身份，对陆氏集团的行政部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绩效审查。他没有直接开除任何人，而是以一种更为精准、更具杀伤力的方式。他将赵小雨调任至一个偏远、毫无发展潜力的海外分公司，负责一项即将被取消的项目，这无异于职场流放。对于陈芳，林婉则是以万年控股的名义，对陈芳丈夫所涉及的一项投资项目进行了严格的合规审查。审查结果发现了几处微小的违规行为，林婉没有公开举报，只是私下将审查报告送给了沈曼。沈曼看到报告后，立刻意识到林婉的权力已经不容小觑，他亲自出面要求陈芳夫妇向林婉公开道歉，以求得林婉对违规行为的宽恕。陈芳在陆氏集团的高层会议上，对林婉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卑躬屈膝。林婉看住昔日羞辱他的人向他低头，脸上没有一丝得意，只有一种冷漠的权力满足。林婉随后将目标对准了万年控股的董事会，为了确保绝对的控制权，他必须将所有与陆景琛关系密切、可能对他产生制衡的董事边缘化。他提拔了一批年轻但没有家族背景的专业人才进入核心管理层，并在董事会上推动一项集权型决策提案，将许多原本需要董事会投票的权限收归到执行人手中。沈曼作为家族代表，对林婉的行为感到恐惧。他意识到林婉已经从一个忠诚的保护者变成了一个贪婪的独裁者。林婉，你的权力欲望太大了。沈曼私下警告他，姑姑，我只是在确保陆景琛先生的资产不会被任何无能的家族成员损耗。林婉的眼神充满了无情，你可以选择相信我的能力，或者选择与我对抗，但你的选择将会决定你在陆氏家族的未来地位。沈曼最终选择了沉默。林婉通过这场内部风暴，彻底确立了他在陆氏体系中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林婉的婚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极致诡异的阶段。她和陆景琛之间不再是丈夫与妻子，而是两个顶级权力者的沉默交易。陆景琛对林婉的信任达到了顶点，他深信林婉已经斩断情丝，彻底成为了为他服务的最坚硬的工具。他给予林婉极致的尊重和权力，但同时也对他施加了无形的审视。他们的婚姻只剩下体面与交易，林婉继续扮演着一个完美的妻子。她会在陆景琛疲惫时为他准备最舒适的环境，她会在家庭聚会上以优雅和智慧为陆景琛争足面子。她在床子之间继续用尽她所有的魅力与技巧，满足丈夫的占有欲。但这一切都是一场精准的计算。在亲密时，林婉的内心是冰冷的，她会想象自己是在与权力做游戏，而不是与爱人做交流。她对陆景琛的每一次体贴都像是一笔投资，换来的是他在商业决策上的放权和对他资产掌控的默许。你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林婉。陆景琛在一个亲密的夜晚抱着她轻声说，只有你能让我的世界如此安稳。林婉在黑暗中睁开眼睛，脸上带着一抹冷漠的微笑。这份安稳是她用她的爱、她的青春、她的灵魂所交换来的。陆景琛对林婉的信任达到了顶点，他深信林婉已经斩断情丝，彻底成为了为他服务的最坚硬的工具。
他给予林婉极致的尊重和权利，但同时也对他施加了无形的审视。他们的婚姻只剩下体面与交易，林婉继续扮演着一个完美的妻子。她会在陆景琛疲惫时为他准备最舒适的环境，她会在家庭聚会上以优雅和智慧为陆景琛争足面子。她在床子之间继续用尽她所有的魅力与技巧，满足丈夫的占有欲。但这一切都是一场精准的计算。在亲密时，林婉的内心是冰冷的，她会想象自己是在与权力做游戏，而不是与爱人做交流。她对陆景琛的每一次体贴都像是一笔投资，换来的是他在商业决策上的放权和对他资产掌控的默许。你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林婉。陆景琛在一个亲密的夜晚抱着她轻声说，只有你能让我的世界如此安稳。林婉在黑暗中睁开眼睛，脸上带着一抹冷漠的微笑。这份安稳是她用她的爱、她的青春、她的灵魂所交换来的。情感的代价，无尽的空虚。林婉的成功却没有带来一丝真正的快乐。当她独自一人时，她感受到的不是权力的满足感，而是无尽的空虚。她已经不需要算计任何人，但她的心机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让她无法放松。有时她会忍不住打开电脑，查看光能科技的官方网站。她看到顾岩在撤资风波后，凭借住他过硬的技术和对理想的坚守，重新站了起来。他的公司规模缩小了，但他的眼神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纯粹和明亮。这份纯粹像一把刀一样刺痛了林婉。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悖论，他放弃了顾岩，让他的理想在贫瘠的土壤中更加坚韧的生长。他选择了权力，却让自己的内心陷入了永久的枯竭。在一个下注大雨的夜晚，林婉独自一人坐在落地窗前，手中握着顾岩曾经留下的那份战略发展基金合约。他没有将它销毁，他将它视为对自己残酷抉择的纪念。他知道他赢得了世界，却输掉了他自己。虽然林婉和陆景琛的婚姻看似稳固，但陆景琛对顾岩的怀疑并没有完全消失。他对林婉的信任就像一座建在冰山上的宫殿，随时可能因为外界的一点温度而崩塌。沈曼作为家族的平衡者，时不时会对林婉进行敲打。林婉，你的权力已经够大了。沈曼在一次家庭聚会上，语气中带着警告，不要再让任何私人情绪影响到你的判断，尤其是在光能科技方面。林婉优雅地笑了笑，她的笑容不再是过去的甜美，而是充满了距离感和权威。姑姑，光能科技已经被我彻底切割，我是一个资本家，我的决策只基于利润和风险，任何与陆景琛先生资产无关的项目都不会进入我的视线。他的回答让沈曼无从反驳。林婉用她的冷酷和决断彻底堵住了所有家族成员的嘴，他们对他充满了恐惧，但同时也对他无情的效率表示敬佩。陆景琛偶尔也会对林婉进行微小的情感试探。在一次慈善晚宴上，陆景琛故意提起顾岩的名字。我听说光能科技最近拿到了海外的一个小额投资，顾岩这个人虽然能力不错，但终究成不了大气候。陆景琛的语气带着一种对失败者的轻蔑。林婉的脸上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她只是优雅的举起酒杯，轻轻地碰了一下陆景琛的杯缘。景琛，你说的对，在顶级资本的世界里，情感和理想都是最廉价的商品。我很高兴我早就看清了这一点。他的回答完美的达到了陆景琛的期望。林婉将对顾岩的残酷转化为对陆景琛忠诚的证明。然而，这种不断的情感消耗让林婉感到极度疲惫，她必须时时刻刻保持警惕，确保她的每一个微小表情、每一个语气停顿都不会泄露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她的生活彻底变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戏剧。在无人的夜晚，林婉会悄悄地站在别墅的阳台上，望着城市璀璨的灯火。她知道，在远处的某个角落，顾岩正在为他的理想奋斗，那是他唯一能感受到的真实存在。尽管林婉已经完全巩固了他的权利，但过去的阴影并未消失。林婉的前情敌赵小雨在被流放后心有不甘，试图利用林婉与顾岩的旧情进行最后的挑衅与反击。赵小雨利用休假的名义回到了总部，他没有直接对抗林婉，而是选择了一个更阴险的方式，利用社交媒体散布谣言。他匿名发布了一系列模糊的照片和似是而非的暗示，影射林婉在与陆景琛结婚期间与顾岩有过私情，并声称林婉对光能科技的切割是灭口行为，目的是为了掩盖真相。这些谣言在八卦小报上迅速发酵，虽然不至于动摇林婉的商业地位，但却像一根刺一样，再次挑起了陆氏家族的敏感神经。林婉没有浪费时间进行辩解，她选择了全力碾压，
他立刻以万年控股执行人的名义，启动了对海外分公司赵小雨所在的部门的全面财务审计。这场审计进行的极其迅速和严格，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发现了赵小雨在任职期间的几项轻微财务违规。林婉没有将此事公之于众，他只是将审计结果送到了陆景琛的面前。景琛，赵小雨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陆氏集团的声誉，我建议立刻解除他所有的职务，并让他永远离开陆氏的体系。林婉的语气不带任何私人情绪，完全是出于维护公司利益的冷酷决策。陆景琛看住文件上的财务报告，他知道这是林婉的报复，但他无法反对。林婉证明了赵小雨才是那个真正损害公司利益的人。赵小雨在这次反击中彻底失败，被陆氏集团永久开除。他没有想到，林婉的权力已经强大到可以合法的摧毁任何一个对他不满的人。当一切尘埃落定后，林婉坐在办公室里，看住窗外，他成功的消灭了所有的威胁，他的王座无比稳固。然而，他突然感到一阵极度的寒冷，他发现他已经习惯了用摧毁来解决问题，习惯了用冷酷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已经彻底变成了他最开始想要逃离的那种人，一个冰冷、无情、只以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权力者。他已经彻底失去了自我救赎的机会。在林婉选择权力、放弃爱情后，过言的光能科技虽然经历了巨大的挫折，但最终浴火重生。过言凭借住他过硬的技术和对理想的坚守，在没有林婉的帮助下，重新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过言在被林婉切割后，虽然痛苦，但他的心灵却获得了某种纯粹的解脱。他意识到，林婉和他注定是两个世界的人。他将所有精力投入到技术研发中，成功开发出了新一代的能源核心技术。光能科技在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后，得到了几位真正看重技术的投资人的支持，重新走上了发展的正轨。顾言在一次行业论坛上的演讲中，谈及了公司的艰难时刻。我曾经面临过被恶意资本狙击、被信任的人背叛的境地。顾言的眼神坚定而充满力量，但我学到的是，技术与理想才是最坚不可摧的资本。这句话被媒体广泛引用，被认为是对林婉的无声回击。顾言证明了，即使没有林婉的数亿资金，他的理想也能独自开花结果。林婉在陆氏集团的总部大楼里，看到关于顾言成功的报道，他脸上波澜不惊，内心却充满了复杂的酸楚与骄傲。他为顾言的成功感到骄傲，但同时也为自己错失了与他并肩作战的机会而感到懊悔。他意识到，如果他当初选择了顾言，他们或许会经历一段艰难的创业期，但他们将会是一个充满爱和理想的战斗联盟。而现在，他只能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玻璃，看住顾言在属于他的世界里散发着纯粹的光芒。他的权力是冰冷的，而顾言的理想是温暖的。这份巨大的对比成为了林婉心中永恒的折磨。陆景琛察觉到了林婉对光能科技的异常关注。你似乎对这个小公司很感兴趣，林婉，陆景琛平静地说。林婉立刻收回目光，眼神恢复了冰冷。我只是在分析，一个被我们抛弃的公司是如何重新获得市场价值的。这是一个失败案例的反向研究。他再次用商业的冷酷掩盖了他内心的真实情感。林婉的王座无比稳固，他已经是事实上的陆氏集团掌舵人，但他发现这份权力已经成为他无法挣脱的枷锁。林婉现在对万年控股的控制权，已经是他和陆景琛之间唯一的契约纽带。他的权力越大，他就越不能离婚，因为离婚会让他的资产和权利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随时可能被陆景琛和陆氏家族收回。他必须永远扮演陆太太的角色，以维护他的合法地位。他的生活充满了无尽的重复，审核报告、参加宴会、应对家族成员的试探，以及在无爱的婚姻中寻求体面。他已经拥有了购买世界上任何东西的能力，但他却失去了享受生活的能力。林婉的内心渴望着简单的自由，渴望着能像普通人一样做一个不需要考虑利益的决定。但每一次当他有这个念头时，他都会想起自己用尽心机才爬到的这个位置。他知道，一旦他放手，他就会再次变回那个任人摆布的底层林婉。他已经被权力同化了。在某种程度上，陆景琛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他或许失去了对40%资产的直接控制权，但他获得了一个永远忠诚于他的权力工具。陆景琛对林婉的完美表现感到极致满意。他知道林婉已经将他的野心与他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他永远不会背叛他。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陆景琛送给林婉一条极其昂贵的钻石项链。这条项链很适合你，林婉。陆景琛的语气充满了占有欲。
冰冷、坚硬，但价值连城。林婉戴上了项链，看住镜子中那个被钻石和权力武装起来的自己，她是一个华丽的躯壳，一个被囚禁在黄金笼里的女皇。她用她的心机换来了权力，但同时也把自己彻底锁在了无爱的契约里。林婉成为了金融界最顶尖的女性代表，她的每一项决策都受到业界的关注和模仿，但站在权力的顶峰，她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寂静和孤独。林婉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一些能填补她内心空虚的东西，她开始收藏昂贵的艺术品，参与顶级慈善活动，甚至尝试去一些偏远的地方旅行。但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无法摆脱内心的荒芜。她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经过利益的筛选，她无法再与任何人建立真实的连结，因为她对待所有人都带有权力者的警惕。她已经失去了和朋友真诚交流的能力，因为她身边的人要么是她的下属，要么是她的对手。她发现她已经无法记起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她的喜好已经完全被陆太太和金融女皇这两个身份所取代。在一个顶级的私人聚会上，林婉看到了顾言。顾言在人群中被一群热情的技术人员围绕着，他的眼神充满了热忱和分享的快乐。当他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林婉时，两人目光交错了一瞬。顾言没有停下，也没有走过来，他只是礼貌地点了点头，如同对待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这一刻，林婉的心脏像被冰锥刺穿一样，他意识到他已经彻底失去了顾言的灵魂，他对他的冷漠比任何报复都更让他痛苦。林婉在回家的路上感受到了巨大的悔恨，他牺牲了爱，换来的却是一座没有温度的王座。他赢得了权力，但顾言却赢得了真正的自由和纯粹的快乐。他知道，如果他当初选择了顾言，即使他们从零开始，他们也会有彼此的温暖。而现在，他和陆景琛之间只剩下冰冷的契约。他回到了别墅，看住陆景琛在书房里忙碌的身影，他没有进去，只是静静地站在门口。他和陆景琛是两个被权力彻底孤立的灵魂，他们相互依存，却永不相爱。林婉轻轻地将手放在胸口，感受着那份极致的空虚。他永远不会承认他的后悔，因为承认后悔就意味着承认他牺牲顾言的决定是错误的。他将永远活在他的心机之下，作为一个永远无法爱上任何人的女皇。数年后，林婉成为了金融界公认的铁血女皇，她的万年控股在她的运营下成为了陆氏集团最稳固、最赚钱的资产板块。她与陆景琛的婚姻被视为顶级资本的最佳联姻典范。林婉站在她的私人顶楼办公室里，俯瞰着整个城市。她穿着一件剪裁完美的黑色套装，眼神锐利而冷漠。她的成功已经超越了她所有的幻想，她拥有了对金钱和权力的绝对控制权。她的办公室里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一切都服务于效率和权威。陆景琛偶尔会来这里与他共进午餐，他们的对话永远围绕着市场、资产和风险，充满了专业的尊重，却没有一丝夫妻间的温情。你做得很好，林婉，陆景琛平静地说，你证明了你的价值，你永远都是最棒的。谢谢景琛，林婉的语气平淡如水，这是我必须尽到的契约义务。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简化为一份永恒的契约。林婉知道，她将永远无法摆脱这个身份。她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黄金笼。她回想起当初的3个选择：一与顾言结合，充满爱，但需要放弃大部分权利，从零开始，风险极高；二继续做陆太太，拥有绝对权利，但永远失去爱与自由；三远离是非，获得平静，但彻底放弃了她用青春换来的成果。她选择了第二条路，她没有后悔她的选择，因为她最害怕的是再次回到弱势地位。她用权力彻底消除了他对命运的所有恐惧。他站在窗边，看住远处一座新建的科技园区，那是顾言为光能科技打造的新总部。那座建筑在阳光下闪烁出希望的光芒。他为他感到骄傲，但他知道他再也无法走进那个充满纯粹理想的世界。林婉转过身，走向他的办公桌，他拿起一份需要签署的数十亿合同，眼神中充满了权力的决断。她是一个心机女，她用她的心机赢得了世界上最坚固的王座，但她也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她永远成为了权力的囚徒，孤独地坐在冰冷的王座上，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救赎。林婉的回顾，我站在顶楼，俯瞰着我用尽心机赢来的世界，多么壮观，多么寂静。我拥有了最高的权利，我实现了对绝对安全感的渴求，没有人能再威胁我，没有人能再让我感到无助。这就是我，林婉，一个胜利者。
但我付出的代价是将自己永久的冰封。我亲手砍断了与顾言的连结，将那份真实的爱意视为我通往王座的最大变数。我记得他离开时的眼神，那份纯粹的失望，像一把冰冷的刀，扎在我心底最深处。现在，我的心已经不再跳动，它只是一个计算着利润和风险的精密仪器。我的婚姻是一份契约，我的生活是一场永恒的体面。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秩序，却永远失去了温暖和自由。我看到顾言在远处的世界里，他的理想开花结果，他的笑容纯粹而自由，那份光芒成了我冰冷王座上最痛苦的讽刺。我是权力的囚徒，被我自己的野心困住。我不能后悔，因为后悔就意味着我用爱换来的这一切都是错的。我将带着这份孤独的荣耀，直到生命的终结。故事完。